地方有点像是台湾的 Costco 一样，一个小卖，一个大卖。有的人就买自己用的啊，它也有分2种嘛，是，就包装一打的啊，半打的啊，那是比较便宜啊，是，它可以买回去，还可以另外去卖。走一趟卖场，观察消费习惯，巴西市场情报快速一把抓。你看他买的很多东西都花大钱，他们习惯一买就是一车的，所以在巴西做生意，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是吧，就是蛮好做的。巴西是南美洲最大经济体，但贫富差距极大，导致平均下来，民众月收入只有台湾的1/4，大约1.4万新台币。不过由于多半及时行乐，购买力并不差。200点，600点，这是新的嘛，基本上是多新出来。但国外卖得再好，到了巴西，民众未必买单。卫生纸货架放眼望去，没有任何抽取式产品，滚筒式用拉的是唯一主流。巴西的家庭里头啊，在好的房间家庭啊，建筑的时候，它就有那个凹进去那个凹槽，就是放那个一卷一卷的啦，已经放习惯了啦，所以它一直这样拉出来，拉出来。这位洪慈和来自台湾，到巴西发展，几十年下来，已经是当地的卫生用品大王。从卫生纸、尿布、卫生棉到湿纸巾，国内市占率稳坐前5大，对巴西市场见解独到。这个你看，这个跟这有点就不一样了，这是一片而已。这个呢是给那些真的是有点希望的，不能有点卧病在床。这个呢不是，这个它本身还可以动来动，它可以跑来跑去。这个特殊产品就是洪慈和为巴西独创，主要是民众刻板印象，认为只有病患才使用成人尿布。为了解决高龄妇女轻微尿失禁，他特别生产出介于卫生棉和尿布的产品，已经热销10几年，而众多产品中，甚至有全国市占第1。湿纸巾在台湾讲究的无色无味无酒精，在巴西却行不通，这跟祖先来自欧洲大有关联。一提到欧洲，意大利啦、法国啦、西班牙啦，大家都是香喷喷的啦，所以你没有一点点味道给他，就觉得怪怪啦。可是你那个怪怪，你又小孩子又那个味又不行啊，所以你怎么样能够拿呢？成功打造自家品牌，站稳巴西市场超过30年，现在更外销欧美、非洲其他国家。光在圣保罗周边已经开设4家大型工厂。成功历程就像败部复活。当年洪慈和从成大毕业，托福没考好，留学美国梦碎，在台湾当了3年工程师后，决定到南美第1大国闯天下。这就是造纸的第一步工作啊！从巴西最多的尤加利树砍下来，煮成煮浆。然后这是有带水分的，然后把它丢到那个水槽里头，把它混合，把它要开始溶解的第一步工作。从办公室上班族到天天和纸浆为伍，洪慈和并非误打误撞，而是当年发现巴西生产技术不发达，大量贸易有机可图。不过走私猖獗是最大挑战。我不能去跟这些人比呀，不能跟这些人碰头啊，那怎么办？我要找那个蓬松的。你走私的走不了，我要找那个很重的，你走私也走不了。对，我要找那个量多、成本少的，你不愿意做。一开始先买进半成品，利用不织布产出卫生用品，透过精准掌握消费使用习惯，洪慈和的事业发展突飞猛进。产量销售几乎和跨国集团平起平坐，让他有信心投资盖起自家的大型纸浆原料厂。很多我们的富国生产企业来到巴西，一设下去，招了1000个人、500个人，然后呢，第二下个月开始一大堆麻烦的要命，头痛的要命，然后这边员工的流动性太大。如果你这些法令规章你没有很好的规划，没有很好的做的话，光是处理这个问题，保证你是已经是一个头好几个大。
连台湾最强的半导体或科技大厂都很难在巴西立足。关键是，不论政府立场、法规、文化，都相对保护劳工。而雇用将近上千人的红瓷盒，几乎成为台商奇迹。这个很漂亮，这个很漂亮呢。啊，你知道？你怎么？这么靠气质了？哎，真漂亮了。在巴西落地生根，洪慈和夫妇已经儿孙满堂，更从当年的打工族跃升成功企业家。你看整个这样一直过来，这一片最主要的是因为它能够几乎一整片已经是180度的哈，才能够这个 view 的这不简单，就在这个地方。站在自家阳台，全国第一大城圣保罗市中心天际线绝佳美景就能一览无遗。超过250平的豪宅，要价约新台币5亿，指标性就像巴西地堡。而巴西虽是民主政体，为了拉近贫富差距，政府下重手规定建商打房立法很强硬。建筑商你要盖一栋大楼，你必须要盖另外一栋多少比例的小房间的。就只有20平的，甚至15平的、12平的，给一个单身的，或是刚刚结婚的，或是刚刚毕业的这些年轻人，因为这小单位嘛，对不对？当然钱就少了嘛，而且他能够也买得起。坐落最贵地段蛋黄区，同建案眼前2座总价大不同。左栋破100平豪宅，右栋阳春格局小套房。政府不让年轻人顾及高房价，只能越搬越远住郊区，规划小坪数、低总价，让他们也能挤进都会市中心。毕竟从底层翻身实在不容易。那时候没有飞机啊，所以要坐2个月的船。我从晕船坐到不晕了啊，就是要下船了，就是从很辛苦到后来好像说，啊，你已经不知不觉中习惯了，啊，就是要下船的时候了啦，也是一种人生的体验呐。红吕丽月比先生更早，14岁就跟着家人搭轮船远赴巴西。一开始爸妈在乡下务农为生，他却勇闯大都市，替贸易商推销亚洲商品。那时候就是舶来品很多都是什么雨伞呐，还有台湾的货啦、日本货啦，对巴西人来讲是非常的新奇的东西呀，他们从来没有看过啊，所以他们很欢喜呀。把陌生化为新奇，创造另类商机。年轻时的刻苦累积，奠定洪慈和夫妇紧抓市场的敏锐能力和勇闯天下的过人野心。